双叔并启动风雷，男装假面扮酒杯，怒海扬帆争霸业，谁料红妆藏战威。大家好，在下奇闻居士。加勒比海的惊涛骇浪中，曾隐藏着两个令男人胆寒的名字：安妮·邦妮和玛丽·里德。她们不是神话，而是真实存在过的女海盗。她们的身世如迷雾般扑朔迷离，又充满戏剧性。一个从小被当男孩养，一个从小用谎言掩盖性别。他们为何最终走上海盗之路？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比男人更骁勇，在海盗的聚会上比男人更豪放。他们用弯刀和火枪挑战着世界的规则。他们的出现仿佛一道闪电划破黑夜。是什么让他们选择冒险？他们又经历过怎样的爱恨情仇，最终走向覆灭？当命运审判来临，他们又该如何面对？当传奇落幕，历史又将留下什么谜团？今天我们将拨开迷雾，还原这段加勒比海盗传说。安妮·邦妮这个名字带着一股野性的气息，她并非诞生于象牙塔中，而是夹杂着私生子的阴影。1698年，她降生在爱尔兰的科克附近，父亲是位律师，母亲则是他的女仆。这个身世注定了他人生的不平凡。他的父亲并没有将其抛弃，反而将他视为男孩般培养。或许从那时起，他就注定了要走上不寻常的道路。之后，他们一家移居到了南卡罗来纳，他的父亲在那里变成了成功的商人和种植园主。安妮的性格也如野马般难以驯服，脾气火爆，桀骜不驯。1718年，她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一个一贫如洗的水手。她不惜与父亲决裂，嫁给了这个男人，并一同前往巴哈马群岛寻找新的生活。在那里，她又如同干柴烈火般地爱上了被赦免的海盗拉卡姆。她的生活也因此彻底改变了方向。她抛弃了丈夫，追随拉卡姆，也从此踏上了那条不归的冒险之路。她怀着身孕，依然选择以男装的身份再次登上那艘象征着自由和危险的海盗船。而另一方面，玛丽·里德，她的身世则更加扑朔迷离。她大约于1685年或1695年出生在英格兰，同样是一个私生女。她的母亲为了继续领取抚养费，从小就将她扮成男孩，用已故儿子的身份来欺骗婆家。这个谎言如同一把双刃剑，既保护了她和母亲，也塑造了她独特的人格。玛丽从小便以男性的身份生活，她似乎很喜欢这种不受约束的感觉。13岁时，她便开始做男仆，体验男人的世界。之后，她加入了英国军队，在佛兰德的战场上表现得英勇无畏。她爱上了一个战友，她鼓起勇气坦白了自己的性别，并最终与之结婚。婚后，他们共同经营了一间小酒馆。然而命运似乎总是跟她作对，她的丈夫早逝，玛丽再次陷入困境。她再次穿上男装，辗转于荷兰军队，最终踏上了前往西印度群岛的商船。等待她的将是海盗生涯。两个女孩如同两颗被风吹散的种子，她们的命运轨迹最终在加勒比海的浪涛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。大约在1720年，命运的丝线将玛丽·里德也牵引到了拉卡姆的海盗船上。她与安妮·邦妮的相遇仿佛是命中注定。他们都以男性的身份示人，并肩作战，成为船上最让人胆寒的战士。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如烈火般迅速燃烧。他们不仅是并肩作战的战友，更是彼此信任、彼此理解的知己。他们的凶猛，他们的胆识，让男人们自愧不如。据说他们常常大声诅咒和咒骂，随时准备在船上战斗。他们的放荡不羁让男人们也叹为观止，甚至有传闻说，他们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友谊。这让拉卡姆嫉妒不已，险些酿成惨剧。直到他得知玛丽也是女性，才打消了杀心。两人的海盗生涯就像是一场肆虐的狂风，他们袭击商船，掠夺财物，在加勒比海域横行霸道，
无人能敌，他们的名声也随之传遍了四海，让所有听到他们名字的人都胆战心惊。其中最出名的一次行动发生在1720年10月，他们袭击了一艘商船，抓住了船长托马斯·斯彭洛和一位名叫多罗西·托马斯的妇女。安妮和玛丽坚持要杀掉多罗西，认为留下活口终将成为祸患，但拉卡姆却一意孤行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。他们没有想到，这个决定日后竟然成为了他们命运的转折点，为他们的覆灭埋下了关键的伏笔。1720年10月的一个夜晚，当拉卡姆和他的船员们沉浸在战利品带来的醉意中时，海盗猎人乔纳森·巴内特的船悄悄地逼近了他们的复仇号。巴内特之所以能如此精准地找到他们的位置，正是因为多罗西·托马斯在被俘后向巴内特提供了关于他们的关键情报。当危险降临时，拉卡姆和他的船员都躲进了船舱里，只有安妮和玛丽勇敢地站在甲板上抵抗。玛丽甚至开枪射向躲藏在船舱的男人们，以逼迫他们出来战斗，但终究没有人敢站出来。最终，他们寡不敌众，被巴内特抓捕，他们的狂野生涯也就此宣告终结。审判的日子很快就来临了。在法庭上，多罗西·托马斯作为关键证人，详细描述了安妮和玛丽在袭击过程中的残暴行径，以及他们曾经坚持要杀害自己的事实。他的证词成为了定罪的重要依据。拉卡姆和他的船员都被判处绞刑，安妮和玛丽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即将被送上绞刑架的那一刻，他们同时声称自己怀有身孕，这是当时法律规定的可以暂缓执行死刑的理由。他们在法庭上表现得异常平静，没有为自己进行任何辩护。安妮甚至嘲笑了即将被处死的拉卡姆。如果你像个男人一样战斗，你就不会像条狗一样被绞死。玛丽和安妮被关进了牙买加的监狱，在冰冷的牢房里等待着他们命运的审判。然而，他们的命运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。1721年4月，玛丽在狱中因高烧而死，可能是斑疹伤寒，也可能死于分娩并发症。他们的狂暴岁月也因此戛然而止。关于安妮·邦妮的结局，历史学家们则众说纷纭。一种说法是，他的父亲在得知他被捕后，动用了所有关系，成功将他保释出狱，并以最快的速度将他秘密送回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。在那里，他为了生存，低调地生下了拉卡姆的孩子。为了彻底摆脱海盗的阴影，他在1721年12月选择嫁给了一位当地的种植园主约瑟夫·伯利。之后，他洗尽铅华，像其他普通妇女一样相夫教子，生育了8个孩子，并逐渐在当地获得尊重，直到1782年以84岁的高龄去世。这个版本无疑是让人欣慰的结局，仿佛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，为他的传奇人生画上了一个看似圆满的句号。然而，历史的真相往往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复杂，更加残酷。一些细心的研究人员在翻阅牙买加的古老文献时，发现了记录，在圣凯瑟琳教区，一位名叫安妮·邦妮的女性于1731年去世。这个发现推翻了之前关于安妮平安回到南卡罗来纳的所有猜想。如果这个记录属实，那么安妮并没有回到故乡，而是终老于牙买加，曾经在加勒比海上掀起狂风暴雨的女海盗，最终却默默无闻地葬身于异乡，这不禁让人唏嘘。这2个版本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安妮，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得知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传奇将一代又一代继续流传下去。